欢迎回来，这是 Web3的朋友。2023到2024跨年分享，2023年12月31号，Web3跨年分享，30位嘉宾总结23年的跌宕起伏，12个小时展望24年的时代趋势。我们继续往下边走，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有很多感受。我们今天的分享非常非常的棒，我也是逐渐的进入到了这个节奏。那接下来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啊，这个非常厉害，对，韩老师已经迫不及待的把麦克风打开了哈。那接下来这位嘉宾呢，就是韩峰老师，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交流博士生、访问学者，华为中央研究院前区块链顾问，比特币基金会终生会员，是 BL2 的联合创始人。那么他接下来跟我们分享的是比特币生态是下轮牛市的大风口。韩老师啊，我稍微提醒您一下，您旁边呢有一点吵，希望待会儿分享，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稍微安静一些，好吧？好的好的，我换个地儿，我现在798呢啊，因为马上那个798又有一个大的 party， 对，就是要参加。我现在从还没进那个798那个，就北京。你也别在外边，注意别冻坏了啊！对，您尽量啊，没事儿。谢谢您，北京这儿还能适应。开始您的分享，谢谢您。哎，好嘞，非常感谢啊 ，Alan。对这个，今天晚上有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因为牛市的这个风口在哪里，或者主战场在哪里，从来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对吧？这个，因为我已经经历了3轮牛市了啊。这个2013年的时候，毫无疑问是比特币啊。这个，当时大家关注点当然都在比特币上啊，包括挖矿啊，是吧？那会儿这个，赵东啊这些人物。当然当时斗胆啊，唯一敢发币的也就是邓迪啊，那个元宝网发了一个元宝币，我呢就是很凑巧的帮他元宝币拉了一个群啊，这是中国的第一就是自己发的币啊，这是有山寨币的起点啊，中国山寨币，当时邓迪中华人民共和国旗作为元宝币的 logo 啊，胆儿确实够大的啊，这个。2017年毫无疑问是 ICO 了，对吧？很多项目都是2017年 ICO 起步的，因为有了智能合约啊，这个大家都经过历史。2021年呢，毫无疑问是基本上是 DeFi 啊，这个包括稳定币啊，这样一些就是这个都创造了数千亿美金的这个财富市值。那么这一轮是什么啊？因为这是我们都是绕不过去的啊，不管你再清高啊，对，除非你对这些牛市毫不在乎啊。那大概总结一下啊，因为基本上刚才已经说了3轮了，除了这个2013年那轮是比特币，后面2轮基本上主角都是以太坊和以太坊上智能合约啊的应用啊。那么。所以这个问题啊，我跟很多人探讨过啊，包括牛顿的创始人啊徐一哲，就是说，这个以太坊的经济模型啊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公司的经济模型啊，就是说，上面要有大量的应用啊，然后这些应用呢收干子费，相当于它的利润啊，然后最后大家看到它的利润高啊，所以它的这个价值就高。这个基本上套用股票的这个概念啊，往以太坊上这儿套，也算套的比较成功吧，是吧？这个，但是呢，大家往往忘了这个比特币当初的初衷了啊。对，比特币是什么估值模型啊？你要用公司的模型往上套，那可是一点都套不上去啊。比特币这个，它上面又没有智能合约，对吧？理论上现在也没啥应用啊。这个也没啥地方收干子费啊，用比特币去。但是注意，比特币现在不管怎么说，还是以太坊的将近2倍以上啊。就是它其实是这个事儿呢，我在写《区块链国富论》里详细讨论过啊。我是比特币原教旨主义者啊，对，我是一直站在比特币的阵营，包括 POW 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比特币要说它的价值模型，它是典型的一个黄金模型啊。
因为很多人也跟我讨论过啊，比如说他攻击比特币毫无价值，就比特币没有用处啊，对不对？这个没有用处的东西啊，甚至郎咸平教授说的，他又看不见摸不着，对，不是骗局是什么，对吧？居然有这么大的价值，对吧？当时那个著名的这个段子啊，在那个电视台上，对吧？包碧丽啊，我的朋友就比特币基金会的这个理事成员啊，直接问郎咸平教授：“我给你100个比特币，你要不要啊？”郎咸平说：“我不要，我就认为这东西是骗人的啊。”但是100个比特币，大家知道啊，这个现在已经是几百万美金了啊，这个大概率到下轮牛是上千万美金啊。我们当然都坚信这个，那凭什么坚信这个？对，很多人在问我说，究竟比特币是不是骗局？那么这个事儿呢，我是从历史上去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去梳理啊。其实真正的财富共识啊，就市场中形成的这种共同的一个价值啊，这个东西恰恰它不是有用的东西啊，它是人类的认知革命，它是从具体商品的使用价值上抽象出来的，对吧？这是典型的那个按人类简史啊，当时我2018年正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那儿，我读到人类简史啊，这个英文原文版，我当时茅塞顿开啊，人类恰恰智人恰恰经历了这个一个伟大的认知革命，才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原始人类啊。现在成了全球，大家都知道，结论就是说，98%的这个基因啊，不管你任何人种啊，甚至森林里的那些原始人，都是当时智人的后代啊，这是基因检测的结果。为什么他们当初有那么强大的这个力量，居然把古人类其他的这个种族全部灭绝啊？注意是灭绝啊，都不是通婚杂交啊。这个那么当然我觉得《人类简史》的作者呢，给了一个应该说科学而合理的解释啊，因为通过大量的考古的证据啊，包括人类整个这个发展的这个足迹，就是说实际上智人是当初在几万年前唯一完成了认知革命的一个这个种群。什么叫认知革命？就是他从具体的可见即可得的这些事物上能抽象出概念和形象啊，比如说中华民族龙的图腾啊，现实中没有龙，对吧？比如说埃及的这个狮身人面像啊，那现实中也没有，对吧？它恰恰有了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才有统一的信念啊，才能就是说不熟悉的人可以共同的协同起来，组成成千上万人的组织啊。这个是传统的，你任何族群啊，不光是狮群、狼群是吧？这个包括古人类群啊，是不能超过邓巴数的，因为那都是熟人社会，都靠互相认识或者血缘关系维系的，它不会超过150人的。但只有抽象出共同的信念啊，共同的图腾，比如龙的图腾啊，对吧？这个包括基督教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图腾啊，说上帝的图腾，对吧？谁也没见过上帝，对吧？但是大家都相信这样一个人形的神存在啊，这样的抽象的能力啊，这叫认知革命，所以才能够这个成千上万人有共同的信仰和信念。其实财富也是一样啊，它是从具体的使用价值中抽象出来的。后来我因为正好回国嘛，我就担任了1个月的那个中国金融博物馆的这个轮值馆长啊。因为我看了他们好几个各地的这个金融博物馆，第一面墙都是贝字墙啊，为什么呢？这就说明几千年前啊，这个因为带贝字旁的基本上都跟金融财务有关啊，大家回忆一下，对吧？什么这个账啊，是吧？货呀、货币啊，全是跟贝字。贷呀，赊呀，对吧？大家想一下，金融博物馆收集了88个带贝字旁的汉字，基本上都跟金融有关。这当然也说明中国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了。为什么都跟贝字旁有关？中国最早关于财富的共识就是贝壳，对吧？贝壳就是中国最早的货币，对吧？货币从这个贝壳从古到今都没有使用价值，
它有什么使用价值？对不对？包括后面的贵金属，黄金、白银啊，它在历史上其实也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对吧？它是最软的金属，对吧？它们恰恰在古代做工具、做武器都不行，它是没有用的。它不外唯一的就是它的性质，物理化学性质稳定啊，对吧？实际上后面用黄金的很多应用，包括不管做首饰，包括镶大金牙，恰恰为了炫富啊，那是不要倒因为果，对，那是因为它成了财富的象征以后，大家为了炫富才有的行为，并不是它本来的用处啊，更不是它因为，因此才能在黄金上啊，这个能达成财富共识啊，包括白银，对吧？对啊，白银也绝对不是苗族用了白银做首饰才成为财富的象征的啊，肯定不是这个逻辑。所以共识是靠全球啊，当然这个我在区块链国富里专门花了一章去讨论这个事情啊，是全球市场通过大规模的自由交易啊，包括保护个人资产的这个体系啊，财产的私有化啊，细节我就不说了，才能形成的啊历史上的共识，而比特币恰恰满足了所有这些要求啊，它是其实比特币最宝贵的一个特性，大家往往忽略了，就是中本聪当初用密码学啊私钥签名来把它的所有权明确了。因为没有这第一步的话，大家知道互联网的数据是没有所有权的，到现在为止，啊，这是所谓 Web 2.0啊，当然现在这个概念大家也越来越清晰了。Web 2.0跟 Web 3.0最本质的区别是 Web 3.0开始有了明确所有权的数据啊，比特币其实是第一个，对吧？私钥签名，你的钱包第一个概念是私钥，对吧？那是所有权，对，那是数字所有权的开始。就跟中国有房产证，房子才有价值一样，对吧？这是金融的最基本的原理，而比特币满足，所以比特币的价值恰恰走了黄金模型。那么这个黄金模型现在为什么越来越重要啊？对，比特币的那几条什么总量有限，对吧？分布式，包括消耗算力挖矿获得，这都基本上是中本聪应该脑子里完全就是按照设计新的一个互联网黄金来写的他这个程序啊。当初我读比特币的这个论文读懂了一下就明白了啊。所以它这个是，所以一个黄金的财富共识的价值，跟一个像以太坊这样这个公司和应用的这个股票的这个模型的价值没有可比性啊。所以这个，那么未来这个黄金的这个财富共识价值，为什么在未来会，尤其最近的吧，下一轮牛市会更加重要？因为现在全球处在深重的债务危机当中，啊，这一点瑞达利欧写那篇债务危机分析的特别透彻啊，2020年出版的，但是他预言的包括世界将深入的陷入这个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包括战争啊，基本上都实现了啊，包括民粹主义的抬头，对吧？各国民族主义啊，然后互相脱钩啊，现在整个世界就朝这个路在走。正好去年呢，我参加 G20 巴厘岛的这个 G20的这个会啊，其中有个 professorship 啊项目呢，邀请我去，正好碰到达利欧了啊，在清华东南亚中心，跟他聊了几句啊，我确实对他的理论，非常的信服啊，也把这个债务危机读了好几遍。其中有句最深刻的话啊，在这里说一下，为什么像黄金和比特币能够拯救未来的债务危机？因为你要稍微懂一点现在银行包括所谓各公司的财务报表管理的逻辑啊，只有黄金和比特币这样市场原生的财富共识，它不是别人的借债啊，只有这种资产。换句话说，任何其他的你货币啊发的纸币也好，央行的啊，包括你这个各种支票啊、什么证券呢、是你的资产，一定是别人的负债啊。对，是这么，所以一到债务危机里，那个整个系统就要崩溃啊。我想稍微经营过公司的话，你们都看过你们公司的所谓资产
资产表为什么叫资产负债表啊？对，我们都办过公司，对吧？啊，开始我也想了半天不明白啊，现在达里欧一讲，我彻底明白了啊。传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以银行为支撑的财富逻辑是任何的资产，对吧？任何手里的资产，你不管是什么形式，都是别的公司的别人的负债。所以一旦发生债务危机，这个体系就要崩溃啊，细节就不说了，对吧？中国包括房地产已经不行了，对吧？恒大这些，对吧？包括什么城债啊，层出不穷啊，反正整个经济就运行不灵啊，对，连央行多发钱都没有啊。那么这会儿怎么能够解救全球的债务危机呢？黄金共识就显得中流砥柱啊，特别重要。别的不说，上一轮全球陷入深重债务危机，100年前，这个1929年大萧条啊，后来爆发的这个整个全球2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最后全球经济是怎么恢复的？美元锚定黄金发行，啊，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注意是靠黄金救了全球经济，不是靠美元。很多人错误的概念，以为是当初美元救了，不是，是黄金挽救了全球的经济，啊，提供了新的流动性这种共识。那么现在人类又再一次陷入了按这个瑞达利欧的大周期理论啊，反正这又过了100年，现在全球再一次进入到深重的债务危机当中。那么未来靠什么，对吧？这个能挽救全球的债务危机啊，或者真正未来的发展点、生长点在哪里？我坚信是比特币啊，因为包括达利欧后来也发表了，就从巴厘岛走了以后，也发表类似观点。他的原话应该是：比特币很可能占有，对吧？过去黄金的地位啊。我跟这个火币网的创始人李林也探讨过，我们坚信，在下轮牛市的时候，比特币应该能够总量超过黄金的体量。啊，那会儿他一定在全球的这个金融体系唱主角了啊，就不像现在，主流基本上还是很忽略他的啊。所以，比特币这样一个黄金财富共识，未来将在世界唱主流啊。那接下来说，为什么它一定生态会发展起来？这也从历史上看啊，当然开始都是黄金了，对吧？市场中原生的这个共识关于财富，那就是黄金啊，金本位嘛，对吧？后来那个牛顿不是把英镑，对吧，也是开始绑定啊，所谓跟黄金那个硬性兑换，对吧？实际上全球贸易要流通起来，大家最基础的还是对黄金的信仰和共识啊。但是显然光靠黄金这种天然总量有限是不够的，不够了怎么办啊？就需要银行业了啊，就说穿了就是加杠杆，对吧？我1份黄金我可以借贷5份，对吧？这就是实际上后来发行纸币的逻辑。这个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也讲得很清楚啊，虽然很原始啊，那个 banca 啊，其实银行这个词 bank 就是从意大利 banca 其实板凳来的啊，为什么从板凳来啊？因为原来的金匠银匠是坐在板凳上开展业务的啊，对，就是这么原始过来的啊。然后亚当斯密讲的早期的那些银行家很多也跟骗子差不多啊，一份黄金他居然敢外借出去20份啊，杠杆就这么大。当然一挤兑肯定马上崩溃啊，历史上无数的银行崩溃啊，包括中国的晚清的首富胡雪岩。所以早期的银行家特别像骗子，像现在发山寨币的这些人，对吧？你听起来就是场骗局嘛，对吧？当然后来这个银行业当然也不断的完善啊，包括当然最根本好多国家进来背书，央行央行进来其实逻辑是一样的啊，包括中国银行，我专门问了中国银行的这个周小川的博士生，对吧？他也说所谓保证金制度啊，也是基本上按1:5，对，你有1份保证金，你可以去向央行这个申请借款，给你放款5倍啊，然后你再贷给别人啊，收取利息啊，这个东西都是从历史上来的啊，其实这个不难理解，但是关键，如果全球包括中国，如果陷入到深重的债务危机的话，因为原来中国的整个这个财富运行逻辑，房地产是中流砥柱，这个东西大家不管是在生活上的感受，还是稍微有点金融常识，你很快就反应过来了啊。
这个像北大的那个唐涯教授，对吧？写了很多文章做视频，包括厦门大学的那个赵教授啊，对，都说的比较透彻。那么，但是房地产现在塌了怎么办？深重的债务危机就来了啊！就是说，现在不是说央行不愿意印货币，央行还是印了大量的货币，但进入不了市场了，啊，这个逻辑链条断了啊。那么整个市场就会缺乏流动性，经济萧条就会带来啊。当然更可怕的是，国际贸易没有流动性，因为如果比如说中美脱钩了，那金融流动性马上就中断了，对，就是这个会带来的困难就更大。那么到那会儿，从历史上看，为什么黄金宝贵？黄金是市场原生的，而且是全球统一的过时，所以这个在瑞达利欧这叫硬通货啊。所以现在互联网时代，比特币就是硬通货啊，占有这样一个地位。然后未来要扩张这个信用，当全球贸易未来的这个全球的数字经济要依赖比特币的话，当然比特币也是总量有限啊，这点跟黄金一样，对吧？它也是黄金共识。那么也得需要有一个机制给它加杠杆啊，就扩张这种信用。啊，传统的银行大概率我估计负担不了这样的这功能啊。能未来靠什么啊？当然上一轮我已经说，2021年为什么有大量的 DeFi 出现啊？这个东西我认为就是历史在为历史做铺垫啊。未来去中心化的金融将大放异彩啊，包括现在打的铭文啊，这个铭文现在看来就是。就有点这个很原始啊，对，很幼稚啊，对吧？好多人问我这铭文怎么可能值钱啊？我说你不要问啊，包括未来的比特币的生态2层，因为比特币的信用一定要想办法扩展，它要为全球经济服务，所以这样的生态一定会大爆发啊！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啊！这个。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当然我们现在也马上调整哈，这个，因为以来云本来就跟比特币联合挖矿嘛，占有比特币算力的50%以上，所以我们现在当然就这个，把它定位成比特币的2层啊，利用这个零知识证明的一些技术细节我就不说了，叫 B Layer 2，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总而言之。就是未来全球人类的形式的发展一定需要比特币啊，也一定需要比特币的生态2层啊，所以未来有巨大的机会啊。这个机会我不认为是像有人分析的啊，说你看以太坊上的那个生态已经价值差不多3000亿美金了，比特币这个打铭文才50亿美金，这个空间。我认为这空间远不止这个啊，因为它要为全人类服务，要为拯救下一轮的这个全球债务危机服务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它未来的空间是极大的啊，绝对不是它会破圈的，绝对不是光这个圈里好像这几个人玩。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谢谢大家。好的，非常感谢韩风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直播间的所有好朋友，大家给 Sunny BTC King ELA Queen 啊一波关注韩风老师啊，也是为这个产业啊这个不断的去分享、去布道啊，非常好。因为我跟韩风老师也见过多次，我们有过多次交流，再次感谢您，再次感谢您。感谢收听，点赞、转发、分享是我们持续更新动力。祝 Web3行业越来越好，祝大家新年快乐，期待明年再见。